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危险的时候，不一定是你最倒霉的时候，反而可能是你最风光的时候。当一个人很穷、很低潮、很痛苦的时候，他会知道自己要小心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本钱可以犯错。可是当一个人开始被掌声包围，开始有资源、有机会、有名声、有钱、有权、有权、有选择，他反而很容易忘记一件事，越是丰盛，越要清醒。这就是易经第55卦雷火风真正要提醒我们的地方。丰不只是丰收，不只是得到，不只是人生来到很大的场面。丰的核心是盛大之中有危机，光明之中有阴影，热闹之中有孤独，成功之中有考验。它不是告诉你不要成功，而是告诉你，当人生变得很大、很亮、很多、很满的时候，你要更懂得掌握分寸。雷火风，上卦为震，震为雷；下卦为离，离为火。火在下方照明，雷在上方震动。这是一个又明亮又震撼的卦象，好像一场盛大的活动，灯光全开，声音震天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一刻。它代表事情发展到一个高峰，资源聚集，机会扩大，气势很强，行动力也很强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越是高峰，越不可能永远停在高峰。太阳到中天之后，就会慢慢往西走；月亮最圆之后，就会开始亏缺；花开到最盛，接下来就要面对凋谢。风卦最深的智慧就是提醒我们，不要以为现在很旺就代表永远都旺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不是在丰盛时只顾享受，而是在丰盛时开始布局下一步。卦辞说：风亨，王甲之，勿忧，一日中。风卦是亨通的，代表事情有发展，有成果，有场面，有机会。可是这里说王甲之，意思是君王来到这个盛大的局面。这不是普通人的小收获，而是一种大格局、大责任、大舞台。当你拥有的东西变多，你的责任也会变重。你不能只想着自己爽不爽、赚不赚、红不红，而是要想我能不能承担这个局面，我能不能把资源分配好，我能不能在大家都看着我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勿忧不是叫你完全不用担心，而是说面对丰盛的局面，不要被焦虑拖住。很多人在机会来的时候反而会害怕，怕自己接不住，怕别人嫉妒，怕盛极而衰，怕做错选择。但风卦告诉你，既然太阳已经到了中天，就不要躲在阴影里，该出手就出手，该承担就承担，该站上舞台就站上舞台。可是最后一句一日中非常关键，日中就是太阳在正中央，光明最盛，也是最公正、最清楚、最没有偏私的时候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丰盛时最重要的不是贪多，而是保持光明正大；不是趁机乱拿，而是把事情放在最明亮的地方处理。你越成功，越不能偷偷摸摸；你越有权利，越不能私心太重；你越受到重视，越要让自己的判断经得起检验。所以风卦的人生主题可以说是在最风光的时候，学会清醒地管理你的丰盛。大象传说：雷电皆至，风，君子以折欲制行。雷电一起来到，这就是风。雷是震动，电是照明。雷让人警醒，电让真相被看见。所以风卦不是只有热闹，它也代表很多事情会被揭开，很多问题会被放大，很多隐藏的矛盾会在强光之下暴露出来。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就想到折欲制行。这不是叫我们变得严厉残酷，而是说在事情很多、资讯很多、情绪很满、局面很大的时候，更要有判断力，更要明辨是非。因为丰盛的局面最怕混乱，人一多，声音就多；资源一多，争夺就多；权力一大，诱惑就大；机会一多，错误选择也会变多。所以大象传提醒我们，当你身在风卦的情境里，要学会像雷电一样，
一方面要有果断的行动力，一方面要有照见真相的能力。该处理的问题不要拖，该厘清的责任不要逃，该做的决定不要一直模糊。尤其是在公司管理、家庭财务、人际合作、感情关系里，当事情变大之后，规则就不能再模糊。你不能用以前小圈子的方式去处理现在大场面的问题。初九爻说，遇其配主，虽循无咎，往有上。这一爻讲的是，在丰盛刚开始的时候，遇到了合适的伙伴、主管、对象或贵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虽然相处一段时间，可能还在磨合，可能还没有立刻看见巨大成果，但没有栽就，而且继续往前会有可贵之处。对应到人生，这一爻很像你刚进入一个新机会，新工作、新合作、新感情、新团队、新计划。你遇到一个跟你频率相近的人，彼此可以互相配合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急着抢主导权，而是确认彼此的角色。如果你正在创业，遇到合伙人，这一爻告诉你，不要只看对方能不能帮你赚钱，也要看价值观能不能配合。如果你在职场遇到欣赏你的主管，不要太快自满，要用稳定表现证明自己。如果你在感情中遇到合适的人，不要因为一开始很热烈，就忽略沟通与界限。初九的建议是，丰盛的开始，先找对人，再谈扩张。因为一个错的伙伴会让丰盛变成灾难，一个对的伙伴会让你的光芒更加稳定。六二爻说，风其铺，日中见斗，往得宜吉，有福发弱，吉。这一爻的画面很有意思，丰盛到了某种程度，反而像被厚厚的遮蔽物盖住。明明是日中，理论上太阳最亮，却看见了北斗星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局面很大，但真相被遮蔽；声势很旺，但资讯不透明。看似光明，其实有人在制造阴影。对应到生活，这很像你在一个团队里，表面上大家都说很好，实际上内部有很多不说破的问题。也可能是一段感情，表面甜蜜，内心却有猜疑。也可能是投资、合作、职场升迁，看起来机会很大，但你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往得宜吉，如果你贸然往前，就会招来怀疑与困扰。可是后面说有福发弱，吉，意思是只要你保持诚信，让真心与真相慢慢显露，就会吉祥。所以这一爻的建议是，当局面太复杂，不要急着表态，更不要被表面的热闹骗了。你要做的是回到诚信，回到事实，回到可以被印证的资料。职场上不要听单方面说法，投资上不要只看漂亮简报，感情上不要用猜测惩罚对方，而要用真诚沟通打开阴影。六三爻说，风其配，日中见末，折其右弓，无咎。这一爻比六二更严重，遮蔽变得更厚，光明更难照进来。日中见末，代表明明应该清楚的时候，却看见微弱模糊的星光。后面说折其右弓，右臂受伤，代表行动力受阻，能力被限制，重要助手出问题，或原本依靠的力量突然不能用了。可是最后说无咎，这很关键，意思是虽然局面受阻，但不一定是你的错，也不一定会变成大灾难。只要你能接受暂时不能强行推进，反而可以避免更大的错误。对应到人生，这一爻常出现在你已经看不清楚，却还想硬冲的时候。比如公司内部资讯不明，你却急着签约；感情里问题没讲清楚，你却急着结婚；身体已经警讯很多，你却还想撑着工作；投资市场已经混乱，你却还想加码翻本。六三的建议是，当你的右手不能动，就不要假装自己还能掌控一切，该停就停，该休息就休息，该找人协助就找人协助。人生最怕的不是暂时受伤，而是受伤了还逞强。你承念限制，反而无咎；你不承念限制，才会真的出事。九四爻说，风其铺，日中见斗，遇其遗主，吉。九四又回到风其布，日中见斗的场景，
也是丰盛之中有遮蔽，光明之中有疑惑。可是这一爻不同的是，他遇到了乙主。乙可以理解为平等、相近、同类，也可以说是能够互相理解的人。当局面被遮住时，你遇到一个可以共同面对问题的人，所以吉。这一爻很像在复杂局势里找到真正的同盟，不是表面上最会说话的人，不是最会吹捧你的人，而是能够跟你一起看清现实，一起处理问题的人。在职场上，当公司内部混乱时，你需要的不是拍马屁的人，而是愿意讲真话的伙伴。在创业上，当市场变化很快时，你需要的不是只会喊口号的人，而是能一起面对现金流、产品、客户问题的人。在感情上，当两个人遇到外在压力时，你需要的不是只会制造浪漫的人，而是愿意一起处理现实的人。94的建议是，越在不清楚的局面里，越要找清醒的人同行。你不一定要一个人照亮所有黑暗，有时候真正的吉祥是遇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把灯打开的人。65爻说，来章有庆、度、吉，这是风卦里很漂亮的一爻。章是光明、文章、制度、文采、清楚的表现。来章代表光明来到，秩序出现，好的名声与喜庆也跟着到来。对应到人生，这一爻代表你在丰盛的局面中，终于懂得用正确的方式展现自己，不是乱炫耀，不是用权势压人，也不是只顾短期利益，而是把事情做得有章法、有格局、有美感、有制度。于是别人不只是看到你的成果，也看到你的品格。如果你是主管，这一爻告诉你，要用清楚的制度让大家安心，而不是用情绪管理团队。如果你是创作者，这一爻告诉你，要把你的才华整理成有价值的内容，而不是只追求流量。如果你在感情中，这一爻告诉你，真正让关系被祝福的，不是高调放闪，而是两个人的相处有尊重、有承诺、有稳定。65的建议是，当你站在高位或高峰时，要让你的光芒变成别人的安心，而不是别人的压力。真正的丰盛，是你不止自己得到，也让周围的人因你而更有秩序，更有希望。上6爻说，封其屋，铺其家，夔其户，劵其无人，3岁不敌，凶。这一爻是风卦最强烈的警告。房子很大，屋子很丰盛，可是家被遮蔽了，从门缝往里看，里面安静到像没有人，3年都见不到人，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表面上很盛大，实际上空掉了，外面看起来很成功，里面却没有温度。房子很大，但没有家；名声很响，但没有人真心靠近；资源很多，但内在孤立；权力很高，但失去人心。这一爻对现代人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努力赚钱，最后房子越换越大，家人却越来越疏远。很多人经营事业，外面看起来风光，内部员工却早就心寒。很多人经营社群，粉丝很多，真心朋友却没有几个。也有人在感情里追求条件、面子、排场，最后关系只剩形式，没有灵魂。上6的建议是，不要让丰盛变成隔绝，不要把自己关在成功的房子里，却失去与人的连结。当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听别人说话，越来越只相信自己，越来越怕人看到真实的你，这就是风卦走到凶相的开始。你要赶快打开门，打开窗，让光进来，也让人进来，向家人道歉，向伙伴沟通，向自己承认孤独。真正的风不是外面看起来很大，而是里面还有人愿意留下。整个雷火风卦其实在讲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生课题。当你的人生变得丰盛，你有没有能力不被丰盛吞掉？人在低谷时考验的是忍耐，人在高峰时考验的是清醒。低谷时你要守住希望，高峰时你要守住分寸。很多人不是败在没有机会，而是败在机会太多；不是败在不够努力，而是败在成功之后忘了节制。
不是败在没有人支持，而是败在被太多人吹捧之后，听不进真话。风卦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是，当机会来时，不要逃避。卦辞说，勿忧一日中，意思是当你站到舞台中央，就要用正直光明的方式承担它，不要因为害怕变大就故意缩小自己。你有能力就去做，你有资源就去用，你有影响力就去承担责任。第二个提醒是，越丰盛越要透明。大象传说，雷电皆至，君子以折喻之行。你不能让事情一直模糊，不能让规则永远说不清楚。合作要白纸黑字，财务要清楚透明，感情要真诚沟通，家庭责任要明确分担。模糊在小事上是弹性，在大事上就是灾难。第三个提醒是，不要被表面的热闹骗了。62、63、94都出现日中见斗的意象，这代表即使在最亮的时候，也可能有遮蔽。你看到的风光不一定是真相，你听到的掌声不一定是支持，你遇到的好机会也可能藏着风险。所以你要保持判断力，不要因为现在很旺就失去查证与思考。第四个提醒是，丰盛要有人一起承担。初九遇其配主，94遇其遗主，都在讲遇到对的人。人生的高峰不是一个人硬撑，而是找到能配合、能互信、能讲真话的人。你要珍惜那些在你风光时仍然提醒你的人，因为他们可能比只会称赞你的人更重要。第五个提醒是，真正的丰盛不是外在排场，而是内在有光。65说来章，有庆裕吉。当你的成果有章法，你的做人有信用，你的权利有责任，你的成功能让别人也受益，这才是真正的吉祥。最后，上六提醒我们，最可怕的是丰盛到最后只剩空壳。房子很大，却没有人；名声很大，却没有真心；成就很大，却没有温度。这不是丰，这是被丰盛反噬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低谷，风卦告诉你，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，因为每一份丰盛背后都有责任。你现在要做的是累积能力，等待火光与雷声到来的那一天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上升期，风卦告诉你，机会来了，不要退缩，但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找对伙伴，定好规则，看清真相，不要太快膨胀。如果你现在已经很成功，风卦提醒你，越站在高处，越要谦卑。不要让掌声遮住你的耳朵，不要让成就隔开你的家人，不要让资源变成傲慢。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外表风光，内心空虚，风卦更是在提醒你，真正需要修补的不是你的舞台，而是你的内在连结。你要回头看看那些被你忽略的人，那些被你压下去的感受，那些你不敢面对的孤独。雷火风不是叫我们害怕成功，而是叫我们学会承担成功。它不是否定丰盛，而是告诉我们，丰盛如果没有光明，就会变成遮蔽；丰盛如果没有规则，就会变成混乱；丰盛如果没有真心，就会变成空污；丰盛如果没有节制，就会从高峰走向衰败。人生最好的状态，不是永远停在日中，因为太阳不可能永远在正中央。真正的智慧是，当太阳在中天时，你把该做的事做好，把该照亮的地方照亮，把该分配的资源分配好，把该珍惜的人珍惜好。等到太阳慢慢西斜，你心里不会后悔，因为你没有浪费自己的丰盛。这就是雷火风给我们的提醒，盛大之时最要清醒，光芒越强越要正直，人生越满越要懂得留白。你现在的人生正处在哪一种风？是机会刚来的风，是表面热闹却看不清楚的风，是遇到贵人一起承担的风，还是外表风光但内心空掉的风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感受，也许你正在经历的高峰，正是易经要你学会清醒的时刻。